美台联合生产毒刺到底是真是假？有媒体近期报道，台湾向美国提出将毒刺的生产转移至中山科学研究院，而美国计划在2025年向台湾派遣专业小组对中山科学研究院进行组装生产线的认证。如果认证通过，那么从2026年开始，台湾就会生产毒刺导弹。但也有报道称，台湾目前没有这个项目，没有足够的量能让毒刺的产能一直持续。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消息早在2022年就已经出现，不过当时处于早期阶段，没有确定具体生产什么武器。那么美台联合生产毒刺到底是真是假？美台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生产武器？台湾想要生产毒刺，大概率是因为毒刺导弹的数量大幅增加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台湾向美国采购的500枚毒刺，在2025年将全数抵台。但是2025年度的预算书显示，台湾要增购1958枚毒刺，美国也已经同意增购案，总计2485枚毒刺，计划在2031年全数抵台。毒刺导弹一般为2人1组操作，必要时也可以单人操作，有效射程4800米。台湾在2025年获得首批500枚后，会交付海军陆战队、海军部分舰艇以及陆军地面部队使用。海巡署也将部署毒刺，第2批毒刺导弹将交由陆军各军团担任战备任务。只是毒刺抵台时间是否会延迟，火力军也说不准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大概率会，这也是台湾向美国提出联合生产毒刺的根本原因。美国持续援乌武器，导致武器库进一步告急，自己都快不够用了。于是，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，美国就向雷神公司下了新订单，要再买1700枚毒刺。结果雷神公司表示订货可以，但最早要到2026年才能交货。毒刺导弹的年龄已经很大了，该导弹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提供了不少毒刺给阿富汗游击队，击落过近270个空中目标，对苏军飞机威胁很大。之后的几十年，毒刺导弹就逐渐被淡忘，美国都考虑再开发一款导弹替代毒刺。2022年的时候，美国陆军就表示希望开始开发毒刺导弹的替代品，并在2023财年末测试至少一种原型设计。如果不是在乌俄战场击落苏34、苏35，恐怕这些毒刺导弹会在仓库待到退役。而且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，美国已经近18年没有采购过毒刺，援乌的导弹都是从库存里拿的，雷神公司自然也不再生产毒刺，这就导致很多部件不再商业化，采购工作极为困难，生产速度也提不上去。美国武器的零部件来自各种各样的公司，与民用产品类似，那么很多子系统和零部件生产公司很可能已经倒闭，或者被其他公司收购。想要恢复毒刺的生产线，雷神公司就需要重新设计导弹中的一些电子设备，而这会花费一定的时间。除此之外，在乌俄战争的当下，美国的武器生产线也会向乌克兰偏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台湾购买的美制武器自然会不可控制的延期。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，美国对台的多轮军售都出现了延迟交付，包括爱国者导弹零部件、海马斯、鱼叉导弹等武器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就出现了美台联合生产武器。美国在台湾建立生产线，增加美制武器的产能，解决制造能力不足的问题。目前已经有消息称，中山科学研究院就正在获取生产毒刺的认证，一旦认证通过，台湾就能从2026年开始生产1985枚毒刺。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消息在2022年就已经出现了，但当时还处于初始阶段，双方还没有确定合作生产哪些武器。联合生产武器可能会泄露美国武器机密，所以在这方面，美国历届政府都表示拒绝。这次提出美台联合生产也是情非得已，并且毒刺标枪等武器的技术也不算是机密，可以选择联合生产。只是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，中山科学研究院并没有变成美国军工产业供应商的计划，台湾也没有足够的量能让毒刺的产能一直持续。不过未来如何，谁都说不准。那么台湾有可能生产毒刺吗？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台湾生产毒刺并非不可能。
1985枚毒刺也已经不少了，而且美国在推动印太产业韧性伙伴计划时，也将台湾纳入其中。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或许会选择回购毒刺，类似美日联合生产爱国者。目前，美国已经开始从日本采购爱国者3导弹。日本本土制造的防空系统原本是为自卫队服务，但是通过回购机制，美国就可以利用日本发达的工业体系，加速美制武器的生产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台湾所考虑的量自然也不是问题。除了毒刺，在具体的武器方面，台湾对作用大、成本廉价的无人机也很感兴趣，包括水面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机以及相应的弹药。无人机算是目前最有可能联合生产的。就当前战场情况而言，无人机已经逐渐改变战争形态，除了提供实时战场情报，还能承担一部分对地打击任务，扮演类似巡航导弹的角色。最主要的是好用不贵。对于台湾而言，无人机可以执行行动前期目标侦察，或直接参与打击和毁伤评估任务。如果无人机不够多，或者质量不够好，前期目标侦察就得靠人力情报、有人驾驶空中平台以及购买的商业遥感卫星的图像。巧的是，台湾缺少侦察卫星以及有人驾驶侦察平台，那么无人机的作用就更大了。所以无人机在乌俄战场大杀四方之后，台湾也将无人机看作另一个发展重点。比如2023年揭牌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，中山科院开发的剑翔腾云2都可以证明这一点。而且在2023年就有媒体报道，由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，并在5月3日参加台美防务产业合作论坛。这是自2019年之后，美国首次有大规模国防企业组团访台。这个代表团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指挥官史蒂文·鲁德尔率领。更重要的是，代表团来到台湾并不是卖武器的，而是选择合作供应商，与台湾商谈联合生产武器的事情，重点就是无人机与弹药。在2024年的6月，也有近30家美国军火商抵达台湾，商讨在台湾进行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。除了毒刺无人机之外，美台或许还将合作生产爱国者。目前台湾部署的爱国者主要是爱国者3以及爱国者2导弹的升级版。为了保证爱国者导弹的正常使用，在2024年年初，美台双方签署了导弹系统技术支援服务。从2024至2027年，洛马公司会派遣教官赴台进行技术维修与相关指导，地点为新北市泰山区。此前，美台双方还议定，美国政府协调洛马公司派出阵容庞大的技术代表团长期驻台。不过，爱国者关键技术比较重要，最大的可能是台湾负责建造零件，然后在美国进行组装。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还是挺大的。美台之前不是没合作过 ，UH-1H 直升机、F-51、F-5F 战机，台湾就生产过零件。至于战机之类的，台湾大概率会生产一些零件，美国是不会分享整体的组装和技术的，或者说战机不在美国的考虑范围。毕竟乌俄战争打到现在 ，F-16在乌俄战场的作战时间也不是很长，战舰那就更别想了。台湾的造舰实力跟美国不在一个级别，只能说造不如买。至于美台合作方式，大概率是转移生产链。在联合生产武器这方面，台湾的建议是，美国国防公司授权技术之后在台湾生产武器，技术转让是对台湾最有利的。对于一种武器而言，最重要的并非材料与生产线，而是如何制造。如果美国选择了转移导弹、无人机之类的技术，台湾负责建造，那么在生产美制武器的同时，台湾还可以升级自己的天弓系列与雄风系列。不过，技术转让的可能性并不大。在美国各大军火商里，技术处于5星级保密事项，而且美国的军工厂控制权不在国家手里，技术转让会存在一定的问题。最有可能的合作方式应该是转移生产链，比如合资雷神、洛马等公司在台湾建厂，他们负责具体的机器技术，台湾负责建厂。生产的武器优先供给台湾，从而加速武器的生产速度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台湾的军工厂。同时，中山科学研究院、中传公司、汉翔公司等都在建造台湾自研武器，美国公司也可以与其合作开发和生产这些产品。总的来说，无人机、毒刺、标枪这种短程防御系统都是美台联合生产的重点对象。至于射程更远、更具攻击性的远程打击武器，美国大概率不会同意。当然，美台如果想要联合生产武器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。
美国国会、商务部、国务院和国防部是否达成一致，还要商议由哪些厂商制造、生产多少才有经济规模、生产的装备要如何处理等等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台湾生产的武器只能由美国回购，前期可以补美国库存的不足，但美国库存足够之后，这些武器的去向还不得而知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美台会联合生产毒刺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